一个手拿玩具的陌生男人走到了母亲面前，男人用力的表演吸引了母亲的注意力，而身旁的婴儿被完全忽略。等他再次看向小推车时，婴儿已经不见了。慌张的母亲疯狂地在沙滩上寻找，突然她看见了那张熟悉的面孔，正是刚刚的男人。他们逃进了一个巷子，母亲迅速追了上去，而此时的歹徒怎么也想不到，他们招惹的这个女人竟会让他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。她叫小美，是一名顶级特工。小时候的小美非常调皮，有一天趁着父母不注意，小美溜进了父亲的警车，母亲四处都找不到她，于是便慌忙打电话给正在执行任务的父亲。父亲在接电话时回头看见了车内的小美，正当他放松警惕时，一辆货车迎面撞来，他们发生了车祸，小美被救了出来，但父亲却被卡在了车里。就这样，小美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在了自己的面前，自己却无能为力。这件事成了小美心中的一道坎，也是她拼命也要找回女儿的原因。生完宝宝的她患上了产后抑郁症，而孩子的父亲名为杰克，是当地的一名高官，他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说的直白点，小美是第三者，她曾奉命担任杰克的安保工作，长时间的相处让两人感情升华，于是便有了女儿安娜。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让小美对杰克失去了希望。在母亲的劝说下，小美带着女儿出来散心。他们来到了一个贫穷的国家，计程车上，司机有意无意地打听着女人的信息。很显然，司机将母女俩当成了自己的猎物，在没有征得小美同意的前提下，司机将车开到了自己的朋友家。两人一阵嘀咕，小美也没有听懂他们说的什么，她焦急地催促司机，然而司机的朋友却凑了上来告诉小美，一个女人只身在外，一定要注意安全才好。没过多久，小美被送到了下榻的酒店。开好房间之后，小美推着女儿出来散步，看着周围新鲜的事物，一切的痛苦与烦恼似乎都化成了过眼云烟。而此时的不远处，一双眼睛却在死死地盯着她。第二天，小美带着女儿来到了海边，而在不远处，三名男子渐渐靠近，拿着玩具的陌生男人上前搭讪小美。仅仅数十秒的功夫，等他再次回头，女儿已经不见了。女人慌张地四处寻找，而此时的歹徒带着女儿逃进了巷子，女人迅速追了上去，歹徒也迅速分散逃跑。小美只能去追击手提皮箱的男人。在一个路口，歹徒被过往的车辆挡住了去路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小美一脚将歹徒踹了出去，正好被过往的车辆撞飞。打开皮箱，里面竟然是一个西瓜。小美知道上当了，一回头看见了角落里的另一名歹徒，小美健步追了上去，两人一前一后奔跑在巷子里。很快，歹徒上了一辆白色的汽车，车子刚刚启动，小美就赶到了，拎起工具打碎了车窗，对着歹徒的脑壳就是一顿输出，但还是让歹徒一脚油门逃离了现场。小美来到大街上，找了一辆出租车，打晕司机，开着车迅速追了上去。可此时的白车早已不见踪影，小美只能忙乱地在巷子里四处寻找。没多久，她便发现了白车的踪影。与此同时，她将电话打给了杰克，但杰克忙于竞选，忽视了小美的电话。无奈的小美只能将电话打给同事，将歹徒的车牌号报了出来，并要求同事定位自己的手机。就在此时，一辆扫地车挡住了歹徒的去路，小美用布包好手机，然后迅速下车冲了过去，将手机丢进歹徒车辆的同时，将司机从车窗内拽了出来，几脚解决了他。就在这时，扫地车开走了，车内的另一名歹徒踩下油门迅速离开。小美本能地追了上去，但却被一群警察挡住了去路。小美向警察解释着自己的遭遇，但作为一个外国人，警察完全不相信她的话。没办法，小美只能趁着警员不注意迅速逃跑。而此时的同事也在帮忙定位着歹徒车辆的去向。他被一群警察追到了天台，小美还想解释，但她刚刚的逃跑已经激怒了警察，软的不行，只能来硬的。小美对着警员一顿输出，不愧是顶级特工，3下5除2的功夫放倒了所有的警员。身边的女警被吓懵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美跳下天台逃离。而与此同时，同事的追踪却出现了意外，因为手机没电了，所以他们失去了歹徒的踪迹。而歹徒也发现了车内的手机，随着手机被丢下山谷，他能彻底失去了歹徒的行踪。此时的小美还在拼命地奔跑，而警方这边也已经拿到了她的证件，并在全城进行搜捕通缉。为了躲开警察的视线，小美晚上才回到了酒店，但却发现自己的东西早就被警方拿走。无奈的她只能打电话给杰克，得知女儿被拐走的消息。杰克并没有很大的反应，而是告诉小美让她去自首，自己会用外交手段来救她回国。但小美明白，等官方的程序走完，自己的女儿就很难再找得回来。小美希望杰克能用自己的权力调动资源，帮她找回女儿，但杰克却拒绝了，因为如果让别人知道她有一个私生女，那么她的政治生涯就完了。听了杰克的话，小美彻底陷入了绝望，她对这个男人失去了所有的希望。犹豫片刻之后，小美让杰克帮自己找到当地人贩子的信息，准备自己亲自动手找回女儿。她打电话给同事，当得知手机信号断了时，就让同事将信号消失的位置传给她。而与此同时，歹徒已经将孩子带到了一个偏僻的山村，为了不让孩子哭闹，他们将孩子交给了当地的一名妇女照看。而这名妇女其实也是一个可怜之人，迫于黑恶势力的压力，敢怒不敢言。当她发现了小美的画像之后，就从墙上撕了下来，拿给哭闹的安奈看。而看到母亲画像的安娜也瞬间变乖了。没多久，小美潜入当地的一名住户家中，找到电话拨通了杰克的手机。从杰克的口中得知，这是一个有着强大背景的儿童走私集团，他们将这些孩子送到当地的一些富豪手中，黄头发、蓝眼睛更受他们的欢迎，他们像商品一样在当地流通。
杰克还提醒小美，他现在的行为非常危险，但小美才不管那么多，她就是要找回自己的女儿。女同事知道小美处境危险，于是准备前去支援她，却不想刚刚回家就被人一枪解决，现场也被伪装成自杀的假象。警察对重要的路口铺设了大批警力，准备守株待兔。小美被困在城内，不能出去。而此时，照顾安娜的妇女趁着歹徒睡着的时间，抱起安娜准备逃离这里，却不想还没走多远就被歹徒截住，结果就是被打得半死。小美被控在城内毫无办法。正当她一筹莫展之时，看到了墙上的另一则寻人启事。小美拿着寻人启事找到了这家人。原来在不久前，这对夫妇的孩子也被偷走了。他们找了几个月，但仍然没有找到孩子的下落。男人说出了劫匪的相貌，而劫匪身上的纹身正是和带走小美孩子的人非常相似。通过同事传来的地图，小美确认了歹徒的方位。夫妇俩商量之后，准备用仅剩的交通工具送小美出城，但没想到他们的对话被邻居发现。邻居将电话打给了警察，果然他们的车还没开多远就遭到了警察的拦截。没办法，小美只能跳下悬崖，步行赶往目的地。经过一天的翻山越岭之后，小美终于接近了目的地，但她整个人也严重缺水，晕倒的一瞬间被照顾女儿的妇女所救。妇女将女儿的藏身之地告诉了小美。小美进行了一番装扮之后，拿着手枪摸了进去，直接展开了超级模式，端起咖啡泼向一人，接着拿起手枪干掉一人。周围的其他人被吓得四处逃窜。她带着歹徒来到了孩子的关押点，结果歹徒的一通电话让她明白了一切。原来这一切都是杰克安排的。为了自己的政治生涯，杰克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。同事知道了杰克的事之后，却遭到了他的暗杀。他想彻底将这个孩子除名。歹徒打开了门，当小美看到自己的孩子时走了神，被歹徒偷袭，一顿输出之后晕倒在地。歹徒在房间内浇满汽油，准备让这一切化为灰烬，却不曾想女儿的哭声唤醒了小美。小美抡起砖头打倒了歹徒，在大火即将蔓延过来之前，带着自己和那对夫妇的女儿离开了房间。而杰克也被小美控告，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有些人在利益面前真的是猪狗不如，当他抛弃家人的那一刻，他也就失去了一切。